魏医师，听说中医也会看手相，你帮我看看好吗？拜托了，我没要了哈。嘿，看手相啊，就是说用手相看你有没有健康的问题。哦，看手相说你当时被给我那要了哈。好，没问题，我给你看健康哈。忽然我开讲喽，我是你的老朋友胡医师。小编啊，你是不是常常吃盐酥鸡啊，吃烧烤啊，吃炸的东西啊，又喜欢喝冷饮，对不对？然后呢，还有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叫，有的时候会痛，会绞痛那个样子，而且呢，棒操腿，常常跑厕所又大不出来东西，对不？魏医师啊，你怎么知道？你刚刚说的那些应该都是技术上的问题吧？哈，什么这技术上小问题？我跟你讲了哈，如果长期不解决的话哦，过来哦，你等于肠道就会出问题了。哎，讲你听有无？哦，有哦。各位，你应该听过大肠癌在台湾哈这个10大癌症排行榜里头，你知道吗？就第1名了哦。13个人里面呢，就有大概1个人患大肠癌，还有啊，这几年年轻世代大概5个人就有1个是肠燥症。安呢，我盖后哦，肠道有小肠有大肠的，肠道里头小肠呢，有人说它是第2个大脑。除了大脑之外，90%以上的所谓的快乐荷尔蒙是由肠道产生的。肠道健康，人就会感觉到很快乐，心情就不会郁着。心情要是好的话呢，体内的毒素也就比较少了些啊。那看手掌呢，大便的颜色呢，我们大概很多的毛病都可以看出来了。胡医师，你快告诉我们啦，要如何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好，先讲第一个，大家可以把手伸出来啊，你看看你自己的手掌，在大拇指这一侧这个位置有一个肉很厚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呢像个鱼肚子，像尾鱼肚所以呢就叫它叫鱼。什么鱼呢？在手上的鱼，所以叫手鱼。手鱼这个地方有个穴叫做鱼际穴，就是因为这是鱼，所以呢它的边边有个穴呢，就称之为鱼际穴，是这个意思啊。古时候的人啊，他说所谓的鱼清胃寒，就是这个鱼这个地方呢，假如说是看到是青色，也就是蓝色的话呢，那代表的是胃寒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假如这个地方有青色，你大肠或者胃就寒。万一你看到有那种血管奔张鼓起来的话，就代表什么呢？代表大便不通。那大便不通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原因那至少的我就可以跟你说，你大便不通畅了。大便不通畅，也就是里头积了很多的气还积了很多的屎，所以呢才会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代表大肠的位置青筋冒出来。再来吃东西常常消化不良，开会之前呢紧张到拉肚子啦，或者便秘啦，放屁的次数很多，而且这个屁的味道呢又臭到不行，有点像比那个臭袜子还臭3、2天就感冒，身体肿肿的，声音沙哑然后甚至于肩膀都挺不起来。如果这些状况你都中了的话，代表你的肠道不健康，盖后那么肠道不健康，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便秘。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解决便秘的问题，让肠道健康，人就快乐。人家说要多吃含纤维的食物，我天天都有吃蔬菜，还是大不出来坐着打稿子，整个肚子都鼓鼓胀胀的。哇，这个小编真麻烦还每天吃蔬菜。你知道吃蔬菜只是这个帮助排便的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其实大便你要让它好好的排刺激它，那就是像用纤维，例如吃蔬菜就可以。还有刺激它，也有一些人好几天不上厕所的，他就用上就是抠这个肛门这里，也可以帮助排便，这就是刺激的意思。其实除了刺激以外，还有要让那个大便呢能够软化，或者甚至于水化，这样子大便才能够真正的出来。你知道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再经过胃小肠大肠最后到直肠，一直到大肠的后段直肠 S 结肠这个地方呢，它在造粪，在这个地方造出来的粪呢，留在直肠这里呢，它一定要经过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
直肠有吸收水分以及吸收一些维生素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假如大便在这里积久了的话，水分都被吸干了，因此大便就会很干燥，然后就根本排不出来。那么有一些美眉啊，她是为了减肥就吃大量的烫青菜或者吃沙拉，而不加一滴油，以为这样就可以帮助排便，就可以减肥。No， 绝对不是的。你是吃了很多的纤维是没错啊，那可是呢，这个是能够达到刺激的效果啊，但是呢，却没有油脂来增加润滑肠道。小编，你吃再多的蔬菜，我跟你讲，摸好啦，根本不会出来啦。那膳食纤维怎么样吃啊？或者说，膳食纤维怎么吃才有效？我们吃青菜的时候可以用橄榄油啊、苦茶油啊，这样你吃的蔬菜含有膳食纤维之外，还含有一点油分，也可以润滑，让它排出去啊。除了蔬菜以外呢，我告诉你，吃主食才是最正途的。以五谷杂粮来取代白米饭、面条。例如说，你可以用五谷杂粮，再加一点的白米啊。你假如只是吃五谷杂粮，那也不行哦，那样子也会过度的刺激，反而更容易产生所谓的肠燥症哦。那五谷里头有什么糙米啊，什么这些地方，这些东西都是含有一点膳食纤维。另外呢，还要加一点的白米，因为白米啊，它有能量，有能量，你的肠子才能够收缩，才能够使得这个便排出去。那么糙米不要单吃啊，因为你单吃它消化不好，就是不容易消化，而且呢，还有就是它也容易造成肠燥症。吃主食啊，不但能够增强排便的能力，也可以让血液变得比较干净，提高代谢的能力啊。那么糙米呢，它是能够延缓餐后的这个血糖上升，所以呢，有人就认为，吃糙米可以降血糖啊，并且呢，他说糙米可以预防高血压。我讲小米5吃除皱健脑补肾那一集就谈到过啊，那个小米也是很好的膳食纤维的来源。现在推荐给大家一个日常可以喝的茶饮啊，这个茶饮呢也可以防止便秘，它呢就叫做增液汤。增液，你听名字你就知道了，是增加液体。它增加哪里的液体呢？增加大肠的液体。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喝水，很多人都说啊，我喝水可不可以排便？喝水可以排便，但是呢，喝水你知道吗？水进入小肠的时候就已经都被吸收到血液里头去了，然后呢，它才经过了这个血液呢，然后送到肾脏，然后被肾脏这个地方去排出去了。可是那个水并不能够直接跑到大肠，只是能够帮助一点点。所以呢，我叫你用增液汤，就是怎么样？就喝这个汤，它是可以帮助你把大肠这个地方的液体增加，也就是它这个大肠可以分泌的液体多一点。你知道吗？我们古人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他讲排便啊，他讲排便，他说无水不能行舟，就是没有水的话呢，这个船都没办法走，对不对？所以呢，他就是让大便就当做这个舟，然后大肠这个地方能够出水的话呢，那么就可以帮助把排便排好了。那么这个药方子就是这几个药：原参、麦冬和细生地。原参大概用40公克，麦冬40公克，细生地25公克啊。水大概用1600 cc 组成，大概800到1000 cc 当做一天的茶来喝。大便的状况要是不好，那你喝这个汤呢，可以能够排便。但是呢，一旦排便能够排好了的话，你也可以不必继续喝，但是偶尔喝都是好事儿。那么它也可以帮助你把整个身体的水液系统变得比较好。肠道通畅的处方签：运动加按摩。身体活动会连带着刺激肠道，可以预防消化这些消化物滞留在肠道里头。如果要改变便秘的话，可以去做快走，也可以推荐一个很好的方法。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电视的这个节目其中呢有一位来宾他说的这一个方法，我觉得是蛮有道理，那我把它给原本子拿出来讲给大家听，就是用什么？用个保特瓶，保特瓶里面呢装了水然后来按摩肚子。那拿着那个保特瓶的瓶底就这样的按肚子从上行结肠往上按，然后到横行结肠，再到下行结肠，这样子按，就用那个保特瓶这样的按按完了以后，再用保特瓶在肚子上面从上往下这样滚动，
滚下去啊，这样子就可以使得肠子蠕动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很想要排便，于是你去排便试试看，就很容易排出来了。肠道按摩还可以改善过敏、自律神经失调，还有呢防止便秘，还有就是可以释放压力啊，促进这个血液循环啦，使体温正常，还有可以预防感冒啊。怎么做呢？晚上睡觉之前啊，还有呢早上都可以做，一天做这么1-2次，注意不要在吃完饭后马上进行，会消化不良哦。孕妇就不可以做这种按摩了。医师，一天排便几次才算正常？有时候2天都没有排便肥水不落外人田，这样可以吗？人一天上几次厕所或几天上一次厕所啊，这个是这样的。假如说能够每一次去上厕所都能够上得很顺畅，应该还算是 OK 啊。好，你经常2天以上都没有排便的话呢，就可能会是便秘咯，让大便在你身体里头好多天，这个就叫做宿便。肠道中的废物啊，这个毒素啊，这些停留在身体里头越久的话呢，那你的肠壁黏液分泌量变少了，大肠蠕动不良了，毒素都在里头了，那你就大麻烦喽。今天的内容就说到这里，喜欢我的节目吗？如果喜欢，记得按订阅，并且加小铃铛。另外，我的脸书胡乃文开讲常常都有不同的内容推荐给大家，也欢迎大家按赞加入。谢谢大家，拜拜。